我是 Cindy。那就是先跟大家小小抱歉，就是在刚好录这支影片的时候，我本人呢就是有一点小小感冒，所以今天的声音已经好很多了，但是可能鼻音还有点重，请大家多多包容，多多包容。最近铁人赛季也开始了嘛，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呢，想要来跟大家做简单的铁人赛前的10个小提醒。那在开始前呢，想要先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铁人三项，因为最近几年开始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铁人三项的这项运动。那铁人三项到底是哪3项呢？铁人三项就是游泳、骑车跟跑步，在台湾我们都叫铁人三项，简称会叫三铁。那首先游泳呢，就是游泳，大部分比赛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是游自由式，然后游泳上岸的时候会到我们第一个转换区，就叫做 T1。到第一个转换区就是游泳的装备挖进泳帽拿下来换掉之后，再换上骑车的装备，然后就出发去骑车，然后骑脚踏车回来之后呢，回到我们的第2转换区，我们简称叫 T2， 然后会把骑车所用的装备换下，换上跑步要用的装备。那有时候会依照每一场比赛的不同，有时候 T1 跟 T2 会在同一个地方，有时候 T1 跟 T2 是分别在2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大家参加比赛的时候就是要看清楚那场比赛的选手手册。那铁人比赛呢，主要有分3个距离，第一个是51.5，就是奥运比赛的标准距离，我们都会统称515。那它是游泳游1500公尺，然后骑车骑40公里，跑步跑10公里。第2个项目呢是113，总共是113公里，游泳呢游1.9公里，骑车是骑90公里，跑步是跑21公里。最后的超级铁人226，游泳3.8公里，骑车骑180公里，最后再跑一支全马42公里。那我今天呢，主要会针对515这个项目的内容去做说明，那就一起来看影片吧。第一点，比赛前一定要记得确认好选手手册。没错，赛前呢，大会或者主办单位一定会出一份，应该会是蛮漏等的一份 PDF 档，但里面就是会有很多比赛的资讯，像是你需要知道你比赛组别的比赛时间、下水时间是什么时候，以及检录交车的时候。那像我知道有些比赛113需要在前一天去交车，那就是大家要注意那个选手手册上面都会有写清楚交车的时间、检录的时间，还有比赛开始的时间。我个人以515的经验来说，我会建议大家要在下水前2个小时到会场。假如说是6点下水的话，最好可以4点多左右抵达会场，因为你到了之后，你还要摆你的脚踏车，然后也会要给现场人员进行检录，他们会帮你检查刹车啊，或是你的轮胎有没有状况，以及看你的安全帽号码贴跟你的车贴有没有贴完整。然后到现场你要放一些你的转换区的东西，然后上厕所啊，然后跟安抚你自己紧张的心情，所以我会建议比赛前2个小时到现场，准备会比较充裕。那因为有些比赛啊，就是人数会比较多，所以同一个组别，像是515的比赛，可能就会分年龄的组别去做不同时间的下水。那有时候人比较多的时候，可能在同一个年龄还会再分组，所以在比赛前看清楚选手手册就真的非常重要。第2点，现场报到领完物资的时候，记得要在现场先检查完你所有的物资。通常铁人赛的物资包里面就会有车贴、安全帽贴、号码纹身贴、号码布，还有泳帽，还有最重要的就是晶片。我个人的建议是，大家在现场报到完之后，在会场的时候可以先检查一下这些东西上面的名字是不是你的，有可能工作人员会拿错，或者是你的号码有没有正确，或是有没有工作人员少给你一个东西，你要在现场检查完之后，如果有问题的话，才可以马上跟工作人员确认，不要等到回到饭店、回到民宿之后检查才发现少了，那真的会很麻烦。3、纹身号码贴，这个呢就是每次比赛前一定要跟大家提醒，因为我自己呢就犯过一次切身之痛。大家小时候应该都有玩过那个纹身贴纸吧？所以纹身号码贴它外面会有一个透明的膜，你一定要记得先把那个透明膜给撕下来，再把贴纸贴到皮肤上，再沾水，再把这个纸撕下来。
这样子那个号码贴才会成功的转印到你的手臂上面。一定记得要把前面第一道透明的膜撕下来，因为我之前就有一次就是没撕下来，然后号码直接印上去。不止我，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但是如果你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没关系，提早到会场，然后请工作人员帮你写号码在手上，因为我们在游泳的时候才会比较好辨识你的选手号码，跟最后比赛的时候你要找你的照片的时候也会比较好找。然后呢，我的个人建议就是纹身号码贴不要在前一晚睡觉的时候贴，在你起来的时候换好你的铁人服之后呢再贴。因为之前我们就有经验，就是有朋友可能前一天贴，甚至是他拿到的时候就先贴，因为怕隔天早上忘记。但贴了之后可能睡觉磨一磨，他的一些号码就会有一些残缺，所以我个人的经验都会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再贴。那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一定要睁开眼睛，就是你要让你的脑袋清醒一下，然后要看一下那个数字的正反，不要正反粘反。因为我自己就有粘错一次，那个号码贴贴上去呢，你就是没办法撕下来重贴的，所以大家记得要看清楚再贴哦。然后啊，有一些比赛他们可能会规定你的号码贴要贴在左手或是右手，这部分也是刚刚第一点提到的，要先看好选手手册。上面大会规定的，我们就是按照规定去做，才不会后续产生更多不必要的麻烦。第4点，晶片。晶片呢最重要，因为它就是记载了你这个整个铁人活动的成绩。大家应该就是想为了成绩而来吧。那通常铁人比赛的晶片会分2个部分，会有一块是方形的晶片，然后会有一个是晶片的束带，那就是通常会要穿过它，然后绑在你的脚上。那我刚好手边没有晶片可以示范，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比赛的影片。然后会建议晶片绑在你的左脚外侧，原因是因为呢，脚踏车的大盘是在右脚嘛，绑在左脚就是避免可能晶片会跟大盘勾到，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所以我们统一建议晶片绑在左脚的外侧。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出发前要确认晶片有没有绑紧，因为之前身边也有朋友游泳游到一半晶片掉了。那在活水湖其实还好，因为活水湖是看得到底的，大概2到3米还捡得到。如果是在海泳的话，其实就非常难捡到。所以大家出发前一定要记得你的晶片有没有好好牢牢的绑在脚上哦。再来呢，就是一些小提醒，基本上铁人的比赛都会发泳帽，就是比赛的时候都要戴大会发的泳帽。那它就是用来辨识你是哪一个组别的选手为依据，可能年龄25到29的泳帽是粉红色，然后30到34泳帽是另外一个颜色，又或者是515跟113跟226，每一组比赛的泳帽颜色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在检查物资的时候，记得也要检查自己有没有拿到比赛用的泳帽。然后脚踏车贴的部分，大家应该都有看我的影片吧？谁还没看的？再去看5次。脚踏车贴的部分呢，就是会有一张比较大的，你要粘在你的坐管上面，然后再来会有2到3张安全帽贴，会贴在正面，然后跟侧面，会根据每个比赛的不同，贴纸会不一样。这些贴纸的用意除了辨识这个装备是你这个选手的，这样也比较安全。然后还有最后要在网络上找照片的时候，有一些网站可以用号码辨识的去找自己的照片，所以号码贴贴好也是比较方便你后续在找照片要发一些心得文的时候会找得比较快速。第5点，转换，最多人担心，然后我也收到最多讯息就是关于转换。那其实转换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困难，这么可怕。我第一场铁人赛的时候也是对转换这个过程很紧张，因为你完全不知道要怎么做，然后跟当下可能临时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训练的时候啊，在准备比赛训练的这段时间，也要记得把转换的训练加到你的训练菜单里面，像是可能游完泳去骑车完去跑步，就是游加骑，好像有人游加骑，骑加跑，就是之类的各种组合，大家可以自己去排列组合，然后一天练2个不同的项目，去让身体更适应在2个运动项目之间转换的时候，你的肌肉可能会有哪种感受，或者是你的心肺会有什么感觉，以及最终的就是在练习转换的时候，你会更知道你自己需要怎么吃补给，什么时候开始觉得饿，那一定要在觉得饿之前就要先吃。
因为你觉得饿之后再吃，那个时间其实补的时间就已经有点太晚了。那关于转换呢，还有一个小秘诀呢，就是要分享给大家，就是意向训练。我自己之前很常做这个方式，我觉得很有效。在比赛前呢，你就是闭着眼睛，然后想你接下，假如说你现在已经游完泳要上岸，要去换骑车了，你会需要什么？那第一个一定是把泳帽拔挖净。到了转换区，我可能会擦脚，然后吃补给，把脚擦干之后穿袜子、穿卡鞋，吃完补给之后补妆，喝一口水，然后戴风镜、戴安全帽。所以这一整个过程就是可以在比赛前，你在睡前就是可以想一下你转换会需要什么，游完泳会需要什么东西，骑完车回来换跑步你会需要什么东西，就是把这些顺序、这些你需要的东西跟你需要的步骤都在脑中 rehearsal 一次。在比赛当天，其实你就心里就会更知道。哦，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然后下一步有什么，然后还有什么还没做。所以我觉得这个意向训练推荐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比赛前要多做脑中的意向训练，让自己的身心灵都沉浸在这个铁人赛之中。第6点，转换区怎么摆？请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好，那我这边的转换区就是针对515的转换区，因为515的转换区呢，可以把你要转换的所有东西都放在你的脚踏车旁边。那113、226可能就会需要准备转换带，然后跟要到特定转换的地方才可以去换装备。因为我自己呢，今年也是要比第一场113，所以这个之后我有些心得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那515的转换区呢，就很简单，就很像摆地摊一样。我自己的习惯呢，就是会先摆一条大的毛巾放在地上，前面会带一条小毛巾，方便我可能要擦脚，因为游泳上岸的时候脚跟身体就会很湿，可能擦脸、擦脚。然后会放补给，然后袜子放在你的跑鞋里面，然后还有补妆的东西，就是在这个时候补妆。你游泳上岸的时候就是补妆，补完之后再出发骑车，就会很漂亮。补给、鞋子，然后风镜跟安全帽的部分，我会把安全帽挂在脚踏车的把手，然后风镜放在帽子里面。这样子我吃完补给，脚擦干，换好鞋子之后，站起来，然后直接风镜、安全帽套上，牵车就可以出发了啊！中间还忘记一个，要记得带号码带，要记得背上号码带。第7点，晶片号码带。那铁人赛呢，跟路跑跟单车赛比较不一样，因为会有游泳嘛，身体会湿，所以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几乎都会使用这个号码带。大家都有吗？如果没有的话，赶快去买一个，或者是在比赛前会场的一些 expo 展览应该都会卖。它就是这样子一个号码条，然后这边可以这样打开。两边的这个都可以打开，然后就穿过你的号码布，穿过去之后呢，再把它们扣起来，然后围在身上。所以你在比赛前，你应该就要先试好，调整好你适合的这个腰围。我会在转换的时候，像是边吃补给的时候，就一边把这个号码带这样子直接戴上，然后就会在腰这边。骑车的时候就会让它在那边在后面飘这样子。然后也可以注意一下，因为每一场比赛有时候他们规定的要带号码布带的时间不一样，有些规定骑车一定要带，有些规定路跑赛段的时候再带就可以了。就是要看一下每一个比赛的选手手册。然后呢，还有很多人提到的，比铁人赛我到底应该要穿铁人衣，还是我可以穿车衣，还是我需要穿泳衣再换车衣，再换跑步的时候换跑步的衣服呢？其实我自己比515下来的心得，我是建议大家515的话就穿一件式的铁人衣就好，因为515就是很快就会结束，所以其实你没有太多余的时间在换衣服。那铁人衣呢，它就是有比较薄的坐垫，所以你在骑车的时候屁股也比较不会那么的不舒服。然后材质呢也是那种比较透气的，所以游泳上岸的时候也不会像车衣裤或者是一般的衣物吸过多的水，让你整个身体很重。所以我觉得515的话呢，穿铁人衣是最好的选择。那关于防寒衣呢，就是会依照大会公告的为主。其实，在台湾的比赛，其实气温来说都不太会需要防寒衣。那如果出国比赛的话，就不一定。有些铁人赛呢是要依照大会的公告来说明这场比赛是否可以穿着防寒衣下水。那通常呢，515的比赛，我个人建议是不需要。如果是113或是226的话，可能会需要。那515因为距离比较没有那么长，加上如果真
真的需要穿防寒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身体比较容易沉到水里的话，我会建议你在比赛前一定也要先练习穿防寒衣游的那个感觉，因为有时候像长袖的，你可能在抬手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顺，以及你上岸的时候要脱防寒衣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抽筋，就是你需要练一下在游泳的时候跟防寒衣的相处方式，还有上岸之后要怎么快速的脱防寒衣。第8点，多戴一副蛙镜跟泳帽。那这个呢，也是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就是在比赛前呢，我强烈自己注意，我强烈的建议大家要到比赛的游泳的场地去试游，不管是赛前1天或是前2天，你就是可以先下水，让自己适应一下那个水感，然后也是去试试看自己的装备，像看的蛙镜啊，它的那个调整的那个绳子会不会你一拉就断掉，或者是跑掉啊，或者是是不是很容易起雾啊？这些东西都需要在你比赛之前就先确认好。所以试游这个环节呢就非常重要，尤其是会对游泳感到紧张的人，你在比赛前一定要去试游。活水湖为例，你可以靠着边边的阶梯是看得到底的，你先来回游个几趟，让自己身体适应，然后让自己尽量放轻松。然后因为现场都会有很多就是在试游的时段会有一些像 SUP 的或者是一些救生员，你需要做到的就是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你做得到。然后去试游一次，这样你隔天比赛的时候也会比较心安。第9点，比赛前的饮食。那其实坊间有流传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赛前的超补法，就是说肝糖超补法。那我个人呢是觉得，如果你是在训练期间有在做饮食控制的话，你在比赛前几天甚至前1周在做肝糖超补法，这个可能才会对你的身体以及运动表现会有所帮助。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没什么在做饮食控制，就是开心吃开心动的话，其实肝糖超补法对你来说就不会有太大的差异。那在比赛前的饮食呢，我建议呢就是避免重咸、重辣、重口味，就是尽量多吃原型食物，吃清淡一点，吃一些比较不会引起身体发炎反应的东西，像是油炸类的不要吃啊，然后那种麻辣锅、麻辣烫、麻辣鸭血、臭豆腐这种东西，先尽量避免。比赛前1周的时候，尤其是比赛前1天，你一定要跟自己的肠胃好好的相处，请它乖乖，隔天比赛的时候不要给你闹不舒服。所以赛前的饮食呢也非常的重要，也要记得多喝水，因为比赛当天你一定会用尽全力的去拼搏自己的成绩，然后我们也会在比赛过程中吃非常多的能量胶啊、盐锭啊。各种补给，所以水分呢就非常重要，不管是比赛前、比赛中、比赛后，大家记得都要多补水。第10点，相信你自己。对，就是在说你相信你自己。比赛前呢，再多的紧张跟焦虑，其实都没有用了。比赛前呢，你需要好好做到的就是相信你自己，相信呢这段时间你所付出的训练，相信你所有的努力都不会白费，相信你自己的身体，只要你有付出时间训练，相信我，这些都不会白费的。比赛的过程中呢，一定会有非常的痛苦、不舒服、不适应，也会有很多时候可能会有想要放弃、不玩了的念头。那这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不断的鼓励自己，跟自己对话，让自己一直保持前进。因为铁人赛呢，就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比赛。比赛呢，其实在你按下报名键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你还记得你那时候报名的时候是怎么告诉自己的吗？我一定可以，游泳、骑车、跑步而已，我应该都可以吧？那个谁谁谁都有完成，我一定也做得到，就是这个憧憬，你就是要这样相信你自己。到现在，到比赛当天，到比赛结束都是。比赛的成果跟成绩固然重要，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准备这场比赛的这一段期间，不管是2个月、3个月，甚至半年、1年的这一段期间中，你所付出的、你所牺牲的、你为此而调整的所有事情，你所有好或不好的，以及最终你的身体还有心境上面带来的转变，我相信会在准备比赛的这个过程中呢，获得更多比成绩更重要、更珍贵的东西。然后最后完成比赛时，你就会有满到溢出来的那种成就感，然后你就会开始看下一场比赛要比哪一场，这就对了。好啦。
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如果你看完这支影片，你也是铁人的话，特别有感觉，或者是你即将要踏入铁人的坑，然后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知道的话，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也记得把这支影片分享给你身边想要一起挑战自己、突破自己极限的朋友。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喜欢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好的，铁人，相信呢这段时间你所付出的训练，那在比赛中就一定会有所收获。收获。关于准，也就是那第一个一定是把泳帽拔花器，然后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